好吧，那就开始啊。那个，请问你喜欢怎么称呼你自己就可以叫我的名字西西。？OK，好。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海蜇呢？我肯定是那种最常见的混合型海蜇，就是，我会按照我的实际需求去支持它的潮牌和茶店。比如说渔夫帽特别好看，然后我又特别喜欢渔夫帽，然后我看到爱喝正好有渔夫帽，然后我也很开心的去买。然后还有茶壶也很漂亮，希望我下次能抢到一套。但是除了做这个按需购买的事情，就是还是会做澄清和反黑，看到有机会的时候会给它铺澄清帖什么的。然其实后水，你说。其实我是想问你是姐姐粉啊、妹妹粉啊，还是什么妈妈粉啊？可以，好的好的。我觉得我是姐姐粉，就是虽然我岁数比她小一点，但并不妨碍我做姐姐粉，以姐姐的心态去看张哲瀚。好，对，好，就你看他非常的可爱，就感觉像个邻家弟弟啊，或者自己家里的弟弟一样。对，就是我觉得他基本上是我认识到最可爱的一个，不能说男生，就是太可爱了。对，那你能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样落进哲坑的吗？这个真的要怪他，演技太好了。然后，当然要怪他，什么都要怪他。但是怪他哪个方面呢？太好了。就是那个不幸人，就是机缘巧合打开了《山河令》，而且是在我生日那天开始追《山河令》的。然后呀，这么有仪式感啊！我的天，是有仪式感，是那天我在过生日嘛，然后我的一个朋友他忙着看大结局，甚至没有太多的心思来吃我给他的生日蛋糕。然后我就很好奇，到底看的啥这么吸引他？我就问你看啥呢？然后我就站在他旁边一起看了一会儿。然后我一看，哎，这个还可以，这个演员演技还，就是他当时是最后一集嘛，然后他的眼神是比较有代入感的，然后我就觉得还可以嘛，然后我就去看一下这个剧，所以我是快速的去刷的。当时就是演技太好了，就比如说第一集最后那个片段盖旭出来的时候，他真的把那个江湖气给搞出来了。就刚刚化完妆出来的时候，还有点懵懵的，刚刚获得自由那种懵懵懂懂的状态。然后到后来说老子就要做霸王船的时候，那个眼睛非常的清亮。你说我坐霸王船？对，说的就是你个孬孙。那我就坐霸王船了。哎，别跑！哎，你站住！你这个臭孬孙！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演员就是能够演出江湖气来，其实蛮不容易的。因为看这几年翻拍的武侠剧，有男主演的比较油腻的，然后也有演的比较闷口的，但是他演的那个盖旭是有江湖气在的，就很难得。我想，哎，这个演员演技还可以，我就把这个剧往下看。然后往下看，就是，哎呦我的妈！就这个角色很有意思，然后张哲瀚演的也很棒，非常能够带观众入戏。我觉得他演技就特别好，我就会很自然的我去看一看演员戏外是什么样嘛。这个还是要继续怪他，就是他太有，就是他非常的真实，他真的很有活人气息。就他的访谈里面，都比较能够直白的来展露自己内心的情感。我是怎么开始真的粉他的话，就是他采访里面说，
就是人家主持人跟他讲，你要不要给你的粉丝来一点福利啊？要不要比个心啊？要不要送个吻啊？要不要给个拥抱啊？什么？他说坚强，我的粉丝坚强，拒绝。这种肉麻的桥段咱们就不需要了。哦，这样的，好的，你确定啊？是不是？我的粉丝们坚强，坚强，有太阳就够了，不用各种对吧？形式主义，对不对？是不是？白跟你们说那么多了，哇，还没听懂我的话吗？还要抱抱，坚强，你们不需要。然后每次都这么讲话，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演员很有意思，就是他不媚粉。我觉得很好呀，就是我自己生活当中也比较忙，我那个时候觉得我自己都活得像个工具人，那我为什么看个演员还要继续看一个工具人啊？我肯定很喜欢这种有个性的、有活人气息的演员，就这一点非常棒，成功的把我给吸住了。你看，这就是被 PUA 了，我觉得你就被 PUA 了。他不是那个在采访里面说好多次说我的粉丝看见我就很开心啊，然后就不需要说还要抱抱，要坚强。好玩了，就那个，对，就是这种访谈里面还是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他不媚粉，这一点真的太棒了。就是怎么说，其实演员如果你在采访里面去表现出一些奉承观众的倾向的话，观众也不是傻子，观众真的感受得出来的。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喜欢你就是比如说女友粉比较多，然后他就希望你送福利啊啥的。但是我看了我会皱眉头，就是如果我能感觉到你在 flatter 我的话，我会觉得你咋没有点骨气啊？就是你咋没有自己的灵魂啊？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拜拜吧，那我就看看你的角色就得了。但是他很真实，真的，很有活人气息。这个在内娱其实还是蛮少见的，尤其是在红了之后还能够保持这样一个状态的话，真的还挺不容易的。所以我就觉得很棒，我就进了这个折坑。最主要还是演技好，就是他是很正常的从演员，就是他是很正常的圈粉途径嘛，就是演技好，然后自然而然的人家来看你演员本身，然后演员本身魅力真的很好，所以把人给吸住了。好，非常好的回答啊。那个下一个问题啊，你喜欢怎么样称呼张哲瀚呢？会有很多很多的称呼，就是比如说小哲、张哥、娃子、哲瀚，还有老婆。最后一个不太会在公开平台讲，因为我还是觉得作为粉丝，我很喜欢他，我还是会顾虑他的公众形象，就是如果带来不好的影响，我就会对，这是很重要的，对，这很重要的这个。对，然后最常见的还是小哲，小哲很可爱，就是这么叫我是姐姐粉嘛，这么叫就好像叫弟弟一样，特别舒服。喜欢异性怎么称呼你？张哥是因为张哲瀚气质很多变，他就跟一个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他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气质。最近那个 ins 更新的高尔夫就很难，然后你就很张哥，就很张哥是吧？就很张哥。对，你就不会再想叫他小哲或者娃子这种，然后叫娃子其实因为另外一个同担一开始把他叫成了娃子，然后其实表示的是一种心疼啊、怜爱的那种状态，然后我觉得你就被带过去了。对，我觉得叫娃子真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就是其实想到周子舒会很心疼，然后想到张哲瀚会很心痛，然后叫娃子就是这种时候就会想叫娃子，娃子太惨了，或者怎么这种情况会叫娃子。但是我记得我早期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用的称呼，张哲瀚，在我跟我的朋友巴拉巴拉的时候，名字嘛，名字本来就是叫的。对。好那我们问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是看《山河令》入坑的，对吧？那你看完了这个《山河令》以后，那个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是周子舒这个角色被张哲瀚演的特别特别棒，然后怎么说？因为我是觉得一半是剧情框架放在那，这个角色是还可以的，但是张哲瀚本身把他演出来了，而且通过他自己演员的灵性，他感知到一些逻辑线有问题的地方，他拿自己作为演员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专业素养，去加了很多很多细节，把这个角色刻画的比较完整，非常有血肉。就这里我稍微有点就是周子舒和张哲瀚有点混在一起讲了。就这个角色很神奇的地方在于，他是让我有找到同类的感，然后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难的，就是你在文艺作品当中，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还是小说还是啥音乐当中，你有那么一瞬间觉得福至心灵，说哎呀，这个角色完全就是很像很像我，就像我的一个灵魂分身一样。这种感觉其实是比较少见的。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嘛，因为我是因为当时处于跟周子舒前期在天窗时期，然后他想转变到盖旭的那个时候，我跟他那个阶段倒是也差不多的，就是可以理解成，就是他的那种他很有自己的理想和情怀，然后他全身心的扑了上去，但是最后发现这个方向其实让自己反而成为了权力的鹰犬啊，包括他还带到了身边的人跟他一起走上了不太好的一条路，然后他那种自责啊、愧疚啊、很难受啊，然后就像一匹孤狼一样，我宁可断了一条腿，我也要挣脱出去，我也要找到自由。这个心态跟我当时非常非常非常像，然后找到同类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好，因为那个时候是比较难过、比较抑郁的一个状态，然后能够找到同类的话，他真的是带到。他真的是给到情感支持的，能让我继续走下去。这个体验真的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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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也就是周子舒这个角色真的很好，就是他非常独特。就他真的是一个儒道交杂的人。就那个啥，比如说有一个小说里面的情节，就之前看小说看飘里面那个 Scarlett 和白瑞德，白瑞德有一段他。不是南北战争的时候，他其实之前是很不喜欢南方社会的那种，腐朽啊，一些虚伪的礼节啊什么的，所以他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他其实是去发了很多战争财，从外面搞衣料啊、枪支弹药啊什么的进来倒卖，赚了很多钱，然后他那个状态其实是，不屑一顾的，结果。打仗打到最后，他把 Scarlett 送回那个塔拉，结果自己还是跑回去为南方去战斗了。然后这个情节就是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不是很，就你有的时候平时可能 diss 的很厉害，但是你还是会有那种护国护民的那种情怀在。有的时候我很难说出来这个是怎么生出来的，但确实人还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去 defend 它。然后回到周子舒身上来，就是虽然之前他受了很多伤，在那个他以为正确的道路上做了很多事，然后我看他后来跑了嘛，他想要自由，就是蛮道家的一种状态，就是我自由自在的就可以了。包括他早期那种随死即买的心态也非常的道家。跑到最后还是为国为民去了，就是跑到武库那边，因为希望就是他还是希望天下百姓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状态，最后他想牺牲自己为天下人民谋幸福这样一种心态。就这种儒道的两个思想居然能够这么好的融合在一道，特别特别的神奇。然后第二点是这个角色男性和女性的美是并存的，这个真的很神奇。然后比如说因为他作为男性的话，他是有那种担当风范在的嘛，就是该战斗的时候你看花剑白出来，那个武功多高强呀。
但是没有那种女性的包容力和理解力，就又温柔又强大。尤其是后期对攻克型的那种包容和理解啊，就是他一直在跟他讲，比如说12集晒太阳那边，就是说，坏人金盆洗手不是，会有这样吗？然后难道好人做了坏事就永世不得超生？就他的怎么说，他不会说你因为之前做了哪些坏事，我就把你认成罪人，我会直接2级管，觉得你十恶不赦。他有这种包容心，然后理解力，他会。我觉得吧，我觉得就说，就我的理解啊，我插一句嘴啊，那个就我的理解，他说这个好人做了坏事，难道就该永远永世不得超生？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在安慰自己，因为他也算是说他自己是好人做了坏事，因为他当时建天庄什么的，完全是要为国为民啊。但是就是被利用成为了这个权力的鹰犬嘛，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不光是在安慰温客行，他也是在说他自己，他也是在开解他自己。对，也可以，对，也是这样的。然后如果说到角色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话，那演员，尤其是一个男演员，愿意释放出自己的气质比，就是男演员愿意为了凸显角色男性和女性气质的共存体，然后他愿意调配自己本身气质的比例来展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其实对男演员来说是有点风险的，就是尤其是这种女性气质调出来的话，尤其是他又是个这种钢铁直男的这种人，一直。对，这种调出来。就说明这个演员是肯为了把角色演好，把自己给奉献出来、牺牲出来的，然后就说明是一个真正的演员。这个其实很难得，愿意去释放女性气质的话，对一个男性演员的来说，有的时候对于他的公众形象是会有那么一点点减损他的男性气质，那个其实对艺人的形象长期发展来讲不一定是个好事情。对，但是他还是冒了这种风险，献出来了自己，就很难得。我懂你在说什么，我懂你在说什么。那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小玲以外，你还看过什么别的剧集啊，或者是综艺啊，或者是在舞台上表演啊？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那可能有点对不起小哲，他的其他剧我没有太看，我可能只是在一些影视剪辑里面看到片段。但是他的综艺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地方，就是2019年《演员请就位》。他跟郭跃还是郭文跃搭戏，搭那个薛少和太平公主。那个片段，当时我还处于对2位主演考古阶段，我看到那个片段我就。哇，这个演员演技真的很不错。我爱上了你，我心中的恨抗拒不了你的纯洁和忠诚。就薛少被他演得很好，哭戏其实蛮难演的。然后又是一个非常有情绪爆发力的那样一段戏。他演得很有感染力，很能带观众进入那个情境。你是属于吃演技那一挂的啊，这个从你刚才说的所有的都是跟这个演技挂钩的，所以你就是实际上这个一个演员吸引人最大的一个点还是要演技出色才行。对，这个是正道。然后舞台的话也有看，舞台有个印象特别好的是环绕。环绕就是那一身黑色西装，然后肩膀那边是满天星，有小白点，那个高定西装，那个高定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然后为什么对那个印象特别深呢？就是歌手和演员他去唱歌他其实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歌手他的唱歌的那个质量怎么说，他可能唱腔更好一点。唱歌的技巧更完善一点，但是演员的话，他却有一个优势，或者说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他如果是真正的演员，他在舞台上释放演员那种专属的魅力啊，释放的特别好。就他设计的各种小动作特别丰富，然后又特别符合情境，然后那个魅力一释放就是哇，被电到了。就不管是你去看官摄，就是他会给你切各种镜头，拉近拉远那种，对吧？然后你去看翻拍，就是他前面有一个摄像机跟着在拍，跟着他的脸在动，你发现他非常专注的那个盯着镜头，然后去做各种动作，就是完全陶醉在那个状态当中。那个其实很入迷，就是传递效果出来真的很不错。然后现在对，然后现在有粉丝滤镜，就觉得唱的也很好听，但是确实还不，什么叫粉丝滤镜？唱的本来就很好听，好吗？是蛮好听的吧？是蛮好听的吧？好，那好，我们下一个就是，既然你是一个演技派，对吧？一个演技派的这个粉丝，或者说就是事业粉，那我问你的就是哲的演技在哪一刻打动到了你？哪个高光的时刻打动到你？其实动心的时刻太多了，就是因为他演的真的很好，就是很多时刻都特别好。我就只说一个点啊，就是温客行和叶白衣还有周子舒这三个人第一次在桥上对峙关于阿旭的生死的时候，那一段那个蓝蓝的衣服大袖子，那边然后周子舒跟叶白衣一开始是有一个对峙嘛，就是一开始他以为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你怎么敢侮辱我师傅啊？然后他就虽然知道自己的武功比不上对方，但是他还是亮出了自己的兵刃，然后说请君赐教。哇，那个点其实把名门首徒的那个风范演得特别好，就是我知道我打不过你，但是你侮辱了我的师傅，然后我得跟你拼命。对，我要保持我自己的那种 dignity， 然后就算我不敌你，我还是要摆出我的姿态，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告诉你，你这样做很不对。没错，家师名讳，上秦下怀章，江湖上的人见到他老人家，多半声称一声庄主。哼，老人家，一个毛头小子也敢在我面前卖弄资历。来，再出2手，让我看看秦怀章这愣头青能教出个什么玩意。阁下武功虽高，在下就算不敌，也不允许有其他人侮辱先世的家师。什么？秦怀章死了？也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他们都死了。江湖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喽。你刚才说什么我折辱的？我告诉你，秦怀章那小子现在即便就站在我的面前，被我指着鼻子骂，他也不敢喘一口大气。请君赐教。然后后来知道了叶白衣原来是给他师傅赠剑的那个人，然后就好吧，那我也只能就是行吧，你是前辈，然后我要尊敬你，就那个微表情转换特别好，所以他把名门首徒的那种心态拿捏的特别好。前辈，我有名字的。特别漂亮，微表情转换特别灵动。好，对，这一段我也很喜欢。那我问你下一个问题哈，你最喜欢他身上的什么特质呢？他的性格或者是他对他接受到爱，他都会反馈，他都会就他自己虽然一直跟粉丝说传递爱、分享爱什么的，他自己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就包括他跟小雨、张苏还有妈妈相处啊，他都是那种
你看跟兄弟就是黏糊糊的，就很甜的跟人家贴在一道，跟妈妈也挺不常见的，就是会直接说爱啊爱你啊叭叭叭。然后在《演员请就位》综艺里面，李成儒那个应该是以严厉批评挂著称的，是当时那个综艺出圈的地方。他说老师这么批评我，我也知道是因为老师爱我。然后那个李成儒当场就是小伙子，你客气也不至客气于到这个地步吧？然后就当时就惊到了。不行，你千万别恼，为什么？那是给你兜里装钱呢。老跟你说这好这好，你真好，你怎么那么好？那不是爱你，那是害你啊！老师，我知道你爱我。哎，你的形象多好啊！对。那个导师后来对他语气温柔了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出来他怎么说，有的时候不是太设防，然后他就会，他是一个很会爱人的人啊，就是他会毫不掩饰的表示自己的爱意。那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是很难，这是非常难的一个特质。对，这是很难的事情。我觉得不光是对中国人，就是包括西方人，虽然他们嘴上也总说爱，但是你能够在这个时间恰当的时间和地点，能够把你这个接受到的爱表达出来、反馈出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力。很棒的一个，就是这个心灵非常的好。对对对，很棒的一个特质，就是那种得到幸福的一个关键的元素，或者说感受到幸福关键的元素。对他这样，身边人真的挺开心的。开心过，所以说那个我的粉丝不需要福利，看见我就很开心。看见我就会很开心哦。好吧，咱们进行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进了这个坑以后，你有哪些改变呢？最早期的改变其实是承接上一个最喜欢的特质了。就那个时候，我的闺蜜说：“你最近怎么老跟我贴呀？”然后我说：“跟他贴。”对对对，就是有，因为我其实平时绷得比较紧，然后被他这么一看，然后一看他跟人贴啊，然后又跟人家说那种爱的话呀，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可爱？然后搞得我也开始跟人家贴。这其实挺好的，这挺好的。你需要保持这个需要保持，这个非常好。然后他们说你最近怎么这么嗲，这么爱撒娇？说都是因为看壮壮。好，那下一个问题啊，为了追星哈，为了追哲这个星，你做过哪些以前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就是我开始剪视频，给他剪了好几个视频，有安利向的，也有澄清向的，然后这个之前都没太做过，然后之前也没有氪过金，就是8月之前就是一个白嫖角色粉，天天看同人的那种，然后跑到微博上去看看他的新商务视频，都很漂亮，然后没有氪金，现在开始氪了，开始支持他的潮牌和茶叶店。还是要量力而行，对，理性消费啊！我们凯哲不催氪的，对，我们就是有需求的时候才去买的。那个你就说进坑了这么久，认识了一些个海哲同担吧？那个有没有哪个海哲同担给你有一些什么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呢？有那个2周海哲的公益，那个他们的公益系列我印象特别深，就我觉得那个公益做的特别特别棒，就是可能国内追星呢就会老是想着去搞应援，比如说人家过生日啊，然后他们会在地铁站大楼什么的去投放广告嘛，然后但是2周海哲就是他们做的公益就是蛮独特的，就比如说领养金鱼，
然后还有领养了袋鼠嘛，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个反网暴普及的事情，就是因为反网络暴力其实是一个全世界各地人都会面临的这样一个话题，对，然后他们就因为澳洲也有这样的事情嘛，然后他们就好像是在课堂上普及是吗？反网暴力事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他们这个公益做的特别特别好，就是确实在传递爱啊，然后传播爱，这些都是动物保护的方向，以及因为哲瀚的事情，大家肯定所有的粉丝都加深了反网络暴力的认识。然后自己受了伤，其实我们倒不是说希望所有人一起毁灭，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已经受了这样的伤了，希望其他人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所以在这边传播反网络暴力的普及，这个点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打动我。下一个问题，你觉得哲最搞笑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在机场跟人家说就这体力还追星，就这个很戳我笑点。而且特别有口音，就你这体力还追星，体力还追星。对啊，那个搞笑。对，那个也是我基本上入坑的一个视频。跑不动了。你说体力还追星？对，就是那里，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子真的不媚粉，然后觉得这个小伙子太有意思了，就好吧。那个你最喜欢他哪个造型？剧里的哪个造型？阿旭，绝对阿旭太美了。然后我最喜欢的那套是。温客行夜白衣，周子舒第一次对峙，然后有大大的宽宽的蓝袖子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白裙子，然后走路的时候裙摆晃一晃的，然后拔出那个白衣剑来，太好看了。就是被扯衣服的那套是吧？对，就是被扯衣服的那套。大晚上的被两个男人扯衣服，关注点很漂亮，关注点有问题。很有名门首图的那个风范，太好看了。但是我不是说阿旭其他造型不好看，阿旭都好看，阿旭都好看。阿旭除了阿旭天窗制服那个我不是太吃，其他都好看。对，不一样的风格。天窗是禁欲系，然后呢，那个阿旭是自由风，是那种 casual， 知道吧？天窗是那种 working， 就是不一样的。他是，我觉得还是跟他的这个，你在天窗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不能有刘海了呀，也不能梳马尾巴晃来晃去，那像什么样子？当然就是要梳一个特别紧的那个发髻，然后那个对吧，戴个发冠，然后脖子那儿弄个大衣领，对，要不然没有气势，对，要不然没有那种气质。好吧，不行，还是漂亮的，还是漂亮的，颜还是很能打的。那个，你最喜欢他的哪一个照片呢？不管是比如说是路透呀，或者是他平时机场啊，这个或者是就是他的广告啊、杂志啊，哪个照片你最喜欢？我觉得有两个真的很漂亮，一个是《山河恋花絮》里面阿旭小龙女耍剑的那个动图，太好看了，真的太好看了。
没有话语形容，太好看了，怎么看怎么好看。哎，然后还有一张是 ins 重启后放的故宫照，红墙的那2张啊，就是那个他那个抬头扶着镜头上面个树枝的那张是吧？对，好像是那个，肯定是 ins 刚开然后发的那2张，那2张特别好。对，特别好看。就你看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也不化什么妆，但是那样，盈盈秋水一望，感觉就望进了你心里。尤其是在经受了那样的事情之后，就是他的心气也没有折，他的眼睛依然清亮，依然保持希望。这个太难得了。就是那个照片，其实一看，然后我心里就定了，因为他没有被打倒，他是进了地狱，他是被迫扔进去的，然后但是他还是爬起来了，而且他还是还是有少年感，心还是少年的心，非常非常难得。然后让我也心里安定了很多。所以印象很深。很好，很好，非常好啊。那个就是我们海蜇里边有很多的画手啊、剪刀手呀、写文手啊，就是这个人才辈出吧。你最喜欢哪个太太的产出呢？就是哪个太太的哪个产出？我应该最喜欢小背心的产出。它有很多很多名字啊，然后比如说什么只穿贴身小背心、贝微小背心，因为我们都被炸号炸得特别特别厉害。然后在山河令复盘油管 UP 那边，我看到一个水母演奏团，生日快乐！那个做的特别特别特别好看，特别可爱的小水母在那边敲锣打鼓、弹琴、唱歌。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我也看了那个，超可爱，而且这位大大给了教程，很详细的教程，就是零基础一点一点教你画。虽然我还没能有时间去看一看、学一学，但是哇，这个好贴心。好的，好那么下一个问题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对哲说一句话，那你会对他说什么呢？我要唱2句歌给他。走掉我不负责。他可以对，就是那个有一首老歌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然后我就走调的唱2句。好的。Whatever you do, wherever you go,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Whatever it takes, oh how my heart breaks,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人的心声。很好，非常好。好我们现在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是一直在海底世界等风来。那么你最近在海底世界做了些什么事呢？这个肯定是想摸鱼的话，就捡2个好看的阿旭，然后精神来了，我就继续做一点揭露恶性行业竞争者真面目的视频。继续给他剪。好的，非常好。好啦，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基本上就在这儿你还有什么话想再加一点的吗？暂时好像没有。我想一想，好像该说的都说的差不多了。
嗯，行，可以了。那就这样。